陆岩，你怎么这么不听话？你可是本座精挑细选出来的修仙体质，上等炉鼎，为何不愿入我合欢宗，与本座共悟天道？你想得美！哼，罢了，那便用你祭魂幡，为魔道大业垫脚。可惜了这副好皮囊。我在你这里隐忍3个月，终于等到你拿出魂幡了。嘿，炼化了20多个火系的魂幡，还是下品。楚掌柜，你不行啊！蠢货，直接触碰魂幡，你会被怨魂吞噬殆尽的。这就不劳楚掌柜费心了。很好，赶上了。当前世界版本仙侠版本更新进度100%，请从以下版本中选择更新。楚掌柜，我们换个玩法吧。把魂幡还回来。更新都市版本。这是一个会更新不同版本的世界，所有人都会根据世界规则变化，照常生活。而我能带走每个世界中最后的随身种，因为只有我是这不断更新的世界版本中唯一的不变者。为此，我可是在楚掌柜手下熬了3个月，特意在最后时刻抢到魂幡。不是吧？求见还要割腰子？我误入什么奇怪的园区了？不听话，乖乖献上器官，然后去死，不好吗？都市版本中，他身上修为全无，或许会有别的手段对付我。不过，我可是从修仙版本过来的。你做了什么？竟然能折断激光刀！现在轮到我了，刚好验证一下我从上个版本得到的东西。下品小金光斧，还是楚掌柜你店里卖的货。混蛋，你耍了什么花招？去死吧！哼，上版本是邪修，这版本是枪吗？你是什么怪物？连手枪都不怕？还有什么招式？全用了吧？别杀我！我也是为人办事。是个被逼良为娼的可怜人。没错，只要你不杀我，我也可以为你所用，为你效力到底。去死吧！放跑了你，公羊大人也饶不了我。去魂幡里和被你害死的20多个伙计赎罪吧！这是什么？不要抓我！合欢宗长老到了凡人世界，也不过蝼蚁罢了。看来这个地下器官工厂就是仙侠版本中祭炼魂幡的地下室。啊，这是在仙侠版本，我是魂幡祭品；到都市版本里，成了因为钱被骗割腰子的倒霉蛋，还真是相互对应。这嘎人腰子的黑园区，不如烧个干净。这嘎人腰子的黑园区，不如烧个干净。也算是给受害人报仇了。可惜只能选择世界版本，不能控制时长。都市这种安稳日子也只能过3个月。这储物袋不像楚掌柜用得起的，看看里面有什么宝贝。哈哈，发财了！法器飞剑和上品魔道功法，有这些就能在都市修炼了。竟然都是需要杀伐的魔道功法，炼制魂幡更是要造杀业，踏入炼器，成为都市世界唯一的修仙者，才是当务之急。得先想想办法。公羊大人是不会放过。公羊大人，看来先要在都市版本中把这个心头患解决了。
就先让他成为我魔道功法的垫脚石吧。少主，没事儿，只是在教训一个废物罢了。来人，把垃圾给我清理干净。园区的大火有消息了吗？找到了园区中失踪的人了。竟然是能从楚大夫手下逃跑的人。公羊大人，找到你了！楚大夫，是呀，所以我带楚大夫来找你了，让你陪他下地狱。放开我！保护少主！助纣为虐之徒！这怪物，救命啊！来人！到底是什么东西？别杀我！哼，吓晕了，还以为是多厉害的大人物呢。哎，你们仨变好看点儿，实在是有碍观瞻。你是谁？想干什么？你不是一直在找我吗？我就好心的把自己送上门来了。是你伤了园区，别伤害我！我爸在 M 国有权有势，什么都可以给你。别这么害怕，我只想要你的命。罪有应得之辈，就用你祭炼魂幡。楚大夫，眼熟吗？这可是你亲手炼制的怨魂，想用杀害你们的凶手吧？大家别客气，得罪了公羊家，你等着死无葬身之地吧！这可是害死你们的幕后元凶。这些就是业力，可惜只有一点，实在难以察觉。公羊玄冥被灭口，公羊家族远在 M 国，应该还能安稳一阵子。版本更新在即，接下来享受都市生活吧。好眼熟的女人。过气网红还敢出来抛头露面，赶快滚下去吧！纪星瑶，滚下去！纪星瑶，滚下去！滚下去！难怪看着眼熟，原来她就是青梧宗的天才真传卓玉仙子，在都市世界竟然是个过气网红。花大价钱请个网红，结果被人砸场子。给我下来！10项就快滚！仙侠版本中的纪星瑶以杀覆灭，世人只知她叫卓玉仙子，是仿世的拥有者。哟，小伙计喜欢这样的，他可不是你能高攀的，不如来跟我。这小子怎么勾都不上钩，什么仙子，不过是金丹都练不出的废物罢了，哪里比我强？楚掌柜曾说卓玉因意外修为停滞多年，所以对应在都市，他就变成了过气网红。若我与他在都市结缘，关系会不会保留到仙侠世界？花大价钱请你是来砸场子的吗？对不起，可是我真的很需要这份。还工作，闹成这样，你等着赔钱吧。没钱的话，用其他东西偿还也可以呀。放尊重点儿，纪星瑶不是一个粉丝都没有的。就是，不许你们欺负星瑶。哼，来后台说。装什么好人？纪星瑶的赔款，你们几个粉丝能给他付？这些够了吗？够了。谢谢你们。这不算什么，你的安全更重要。当然，如果能换一张纪星瑶的合影签名就更好了。当然可以，来吧。3、2、1，拿来吧。什么？你不是要签名照吗？当然是拿签字笔啊。我忘带了。不过，你这里不是有一支吗？变魔术了。那给你。照片我就收下了，笔本来就是你的，现在物归原主。我叫陆岩，期待我们下次相遇，星瑶。
就等下次进入仙侠世界，确认他有没有记住我了。不是魔术，这个陆岩是什么人？囤些物资，以防下次更新到没有食物来源的世界。本次都市版本结束，版本变动值为3%。啊，前几次都没有出现过这个版本变动值，难道是指我杀了公羊玄冥这个 L 城大人物？不对，公羊家影响再大，放在整个都市也只是微不足道的蝼蚁，而我带来了都市中本不该存在的东西，是我成为了此世唯一的修仙者，才导致了变动出现。诡秘版本设计真神和超凡力量过于危险，在有撬动规则的手段前，怪谈版本也要慎重进入。相比之下，末世的危险程度并不足够。更新末世版本。啊，这就是末世，不知道是什么灾害毁灭了这里。太好了，末世中的灵气浓度比都市高出10倍，足以支撑我继续修行了。是丧尸末世。数量太多了，符纸经不起这样的消耗，只能赌一把了。太好了，赌对了！没想到丧尸竟然也有魂魄，或许正因为魂魄还在，这些丧尸才能行动如常。灵视，开！原来如此，丧尸缺失了天地2魂，但七魄与人魂尚在，可以为我所用。果然有用，此处简直就是为魂幡量身打造的炼化之地。去，将整栋楼的丧尸魂魄都给我带来！魂魄的数量已经足够我炼化第5只怨魂。这个世界竟然进化出了炼气中期的超凡丧尸！没想到超凡丧尸进化出了异能，可惜不仅在怨魂面前都是无用功，怨魂还可以直接对魂魄造成伤害。啊！超凡级别的丧尸能对怨魂造成物理伤害。躲得倒是及时，物理攻击对怨魂的伤害，目前看来可以忽略不计。怎么沾上了公羊玄冥身上的公子哥毛病？看来超凡丧尸是伤不了你们的，去把它榨干！我要用这个超凡丧尸练出魂幡的第1尊主魂。BOSS 终于打进第2阶段了。好，虽然这样也不赖，但是一直这样下去，还不知道要消磨到什么时候。强化铠甲被磨光了，让他死在这马下。炼气中期的丧尸魂魄果然不凡，你们去将4处守住，防止丧尸闯入。列阵，灼魂。淬炼，烧服了。若生一心，算了，你也没有可以思考的心智。从今天开始，你就叫立誓，寻常主魂保留神智，有弑主的风险。丧尸炼化的主魂，看起来完全没有这种顾虑。走，去看看怨魂们收获如何。末世中的阳光竟然有格外炙热的能量，难怪灵气这么浓厚。哼，献媚的功夫倒是越来越精进了。一次性炼化太多了，竟然有些压制不住。嚯！
你们从哪儿抓到的丧尸犬？哼，呲个牙！看着倒是比其他怨魂凶狠，这个世界或许诞生了不一样的超凡体系。不过这么好的环境，还是先猥琐发育吧。做得挺丰盛，喝的呢？练气期还不能完全辟谷，还好更新版本前囤了不少吃的。啊！月亮中竟有特殊灵气！什么情况？没想到这里丧尸数量居然如此庞大。哦，我懂了，白天他们畏惧阳光，躲在楼里，而现在，丧尸竟然会用月光中的灵气修炼。不好，这种规模已经能够诞生有意识的丧尸头领。竟然是炼气巅峰的丧尸！不好，杀了他太多手下，被发现了。不追了，丧尸首领竟有领地意识。先躲开这个炼气巅峰的大块头吧。这么多，末世简直就是修炼魂幡的圣地。88、98，短短1个月，练出98个愿望，1个主魂，魂幡距离极品只差1步之遥。可惜我只有炼气3层，想要完全控制魂幡，至少需要筑基修为。靠丹药提升修为，短时间内已经到了极限，只能再找别的办法。红莲业火，魔道内部专克怨魂的火焰。修为境界不够压制，把他们打服也是种办法。这就是业力，杀了这么多丧尸，应该够炼化红莲业火了吧？哎呀！啊，这颜色不对吧？我哪儿来的功德？秘录记载，玄黄功德火乃是金丹神通，专克邪魔。诸法不侵。果然是玄黄功德火，此火比红莲业火更能压制魂幡。可是玄黄功德火只有身怀大功德之人才能炼化，我哪来的大功德？即便是烧了地下工厂，惩处楚大夫和公羊玄冥，也攒不出金丹修士才能有的功德数量呀。去抓几只丧尸回来，要活的。这些功德唯一的来源，只能是丧尸世界里，左手的直接消灭，右手的把魂魄剥离，没有增长。果然，丧尸的人魂被困肉身，我剥离出他们的魂魄，对天地而言是净化末世，所以降下了功德。至于剥离魂魄后用魂魄做什么，天地却不管了。剥离的魂魄越多，玄黄功德火便越盛，再不怕压制不住魂幡，可以尽情狩猎了。今天再给魂幡加一尊主魂吧。力士的境界已经到了炼气6层，再加上100只炼气2层的怨魂，这丧尸头领不是对手。可惜这里还是追。不好，还要突破炼气，强行筑基。短时间内
他绝对消化不了这么多魂魄。直接抽魂！原来超凡丧尸能得到魂魄强化。李氏，魂翻，给我继续加强力势！若你臣服，可保全尸。淬炼！哼，不服！哼，有玄黄功德火，就是省事儿。只是征服这里远远不够，我还要整座城市。这里就是 L 城，73号基地附近最大的废墟城市。L 城至少死了300多个超凡者了，李大哥，我们能活着回去吗？我既然带你们来，就有把握全身而退。L 城曾是1线城市，一定还有大量物资储存。李大哥，我们不进商场找吗？咱们到现在没有遇见一只丧尸，智慧丧尸可能会埋伏在商场里，等着送上门的猎物。是尸场，果然有埋伏，快回越野车！你管，这叫埋伏？他们好像在逃命。这些黑物是什么？竟然让4阶丧尸毫无还手之力！你们是谁？尊敬的大人，我们是73号基地的超凡者，来 L 城寻找物资。这里不是你们该来的地方。我们只是路过此地突遇尸潮，求大人指条明路。在下愿将这3枚太阳石献上。这石头中的太阳灵气，比我3个月来吸收的都浓郁数倍。顺着这里走，能够离开。太好了，有救了！我不白拿你的东西，这些就作为因果交换吧。竟然是如此珍贵的东西，多谢大人，多谢大人！背我一个炼气3层炼化，很不甘心，境界差距太大，强行收服太麻烦了。版本更新在即，日后再说炼化。本次末世版本结束，版本变动值为0.2%。不知道这次是什么导致的变动。版本更新进度已满，请从以下版本中选择更新：武神、仙侠、网游。仙侠世界中还有我需要求证的事情。更新仙侠版本。还是仙侠里的空气清新。仙侠世界中修饰克制怨魂的手段繁多，将魔道视作仇敌，魂幡万不得已不能用。青谷坊，此处也是卓玉仙子麾下坊市。先补几些东西，打听打听仙侠世界中的变化，不能一直依靠灵符和魂幡，得学点日常法术。这个多少灵石？25灵石。开个玩笑啊！客官要的话，20枚灵石。哼，全新的才30灵石，你这不知棘手的旧术，敢卖20？10灵石。客官，后得给我留顿饭钱呀！哎呀，就10灵石。我刚来此处，听其他道友说，最近此地不怎么太平。哪有不太平啊？嘘，
不过就是竹林坊发现了魔修，不过发现的时候就已经被人解决了。这说的是公羊玄冥的事儿。附近都是小乱子，不过3000里外的巫山倒是发生件大事。哼，还请道友细说。数百年前，有修士在巫山孕育灵兽，大量杂交换有的灵兽，3魂7魄都不全，最后成了笑话。3魂7魄不全的灵兽？可3个月前，巫山出现一个疯子，大肆屠戮灵兽，抽取残魂。短短3月，杀戮上百万头灵兽。道友，你猜这个疯子要干什么？他想干什么？有人声称这个疯子研究出了以万兽魂魄为引的万兽幡。若野兽魂魄就能炼尽魂幡，当年大战魔道就没有必要苦苦追杀修士凡人。要我说，除非天道降下赐福，否则绝无可能。敢问道友，何为天道赐福？兽魂不行，丧尸魂就可以。世界版本更新不正是一种天道赐福？你我有缘，这本天道论10灵石便宜卖你，天地大道万物之基都在这本上古典籍里。一本全是胡乱猜想的破书，也敢自称上古典籍？贺东升，你穷疯了！虽然天道论只是阐述天地之理，可确实是上古之物。你确定这书是上古的，不是上周的？道友识货。此书用茶水做旧的技法实在拙劣，我有更好的办法。道友懂行，若道友将此书赠我，我便把做旧手艺传给道友。请道友赐教。在封闭空间里用烟熏纸张便可，不止纸张，金属法器也能做旧。像这种法器，用盐水和醋浸泡法器3日，再以铁锈盐水浸泡后暴晒数日，便能以假乱真。道友大才啊！是贺某狭隘。那贺道友所说天道赐福，可是天道论中讲的？不瞒道友了，天道论乃是上古王朝一个疯子所写，我这本不过抄录转述。今日受益匪浅，敢问道友姓名？在下陆岩。若是日后陆道友有用得到贺某的地方，尽管开口。在下正好有一事想打探，贺道友可知道专修业力的宗门？修炼业力？道友可是想问红莲魔宗？我还真知道点。红莲魔宗开宗立派不过1000年，但名震魔道，只因他们的业力功法专门克制魔道修士，可业力功法又被正道法门克制。红莲魔宗被正道打得抱头鼠窜，沦为魔道笑柄。原来魔教也有内战换神。道友此言甚是合适。此书对魔道各宗描述详细，道友拿去一看便知。贺道友好意，在下收下了。这些灵符还要拜托贺道友出手，换些灵石。好说啊，都好说。租3个月中品洞府。炼气3层修为，租中品洞府。奉劝一句，炼气中期之前少出洞府。此话怎讲？小友第一次来，3000里巫山可不太平啊。炼气3层租大洞府确实招摇，容易被贼惦记。还是先搞清楚红莲魔宗功法为何能修炼功德之力吧。正魔大战时还没有红莲魔宗，正派道德宗覆灭，红莲魔宗才出现在魔道之中。道德宗覆灭，红莲魔宗夺取了功法，才造就了今日宗门。看来红莲业火经的后续修行未必要去找魔道寻找了。此物不知是楚掌柜从红莲魔宗哪个倒霉弟子身上抢的，日后还是少用为好。接下来就是这本天道论了。有趣，世间万物都在被动接受天道改变，若有不便者，脱离天道束缚，或可左右天道更替。当以人代天，版本变动值。
难怪这本书的作者会被当成疯子。疯子，天才，不过一线之隔。想要造成更多影响，实力才是硬道理。辅助修炼的丹药用完了，租洞府补充物资零食也所剩无几，得想办法赚点零食了。先前的大手笔果然被不少人盯上了。这小子朝巫山方向去了。他不过是个还在学一阶法术的炼气3层。老规矩分账，走。这小子像是在等我们来。难不成有埋伏？炼气初期而已，有埋伏也不怕，动手！就这？这是百魂幡，魔道极品法器，一个筑基魔修就敢潜入坊室，青梧宗不会放过你的。你倒是识货，可惜没人会发现你们了。玄黄功得火，不沾因果，就是金丹真人出手，也查不到我这里。看来这些人没少干杀人越货的勾当。他们身上应该有销赃渠道。玉山坊黑市，这黑市果然隐蔽。客人想做些什么生意？这不就是楚掌柜的手段？合欢宗女修这么喜欢到处当掌柜？出物易物，不问来源。客人既然有小店的竹简，尽管放心交易。把这些全部换成零食，再购置一批丹药。这不是，客人请稍等。储物袋和物品一共出售1000零食，客人想买些什么丹药？炼气修士热销款，代替1日3餐的辟谷丹，帮助修行的御灵丹，突破所用的运灵丹。这个丹药是做什么的？哎呀，这是我自用的养颜丹，客人有什么特殊需求也可以。扣去丹药花费后，还剩600零食，您拿好。5瓶御灵丹，1瓶运灵丹和1瓶养颜丹。再加上10个下品储物袋，多备些物资，到其他世界说不定会有奇用。没有尾巴追来，看来这黑市交易竟比坊市还安全。这不是陆道友吗？这人是谁？陆道友不记得我了？你买书时我就在旁边，在下何路远。想起来了，是个摆摊的，原来是何道友。贺东升贺道友呢？你不是传授给贺东升一些古物制作方法吗？他闭关实验去了。我与贺东升交流这些事，有结界在，贺东升又绝不可能将此事告诉别人。难道他出事了？哎，我还想与贺道友做笔生意，他不在就算了。贺道友不在还有我呀，他的生意我都能做，比如查红莲魔宗。看来红莲魔宗还是找来了吗？那可是魔道大宗，你有渠道？我有人脉，能买到红莲魔宗典籍，就在不远的玉山坊，道友可以随时前去交易。如此甚好，可惜我还有要事。要闭关至少1个月，我可以等，1个月后也可以。何道友为何如此上心？整个坊市只有您问过红莲魔宗，我这不是怕把东西砸手里了。那何道友便等我1个月吧。1个月时间，谅你也跑不出那位大人的手掌心。哼，这红莲魔宗倒是先找上门了，正合我意。只要我在1个月时间内突破炼气中期，即便来的是筑基大修士也不怕。顺利突破炼气中期，没有任何因为丹药而修为虚浮的情况，反而格外精纯，就像被净化精炼过，是末世中的灵力。这太阳石日后定有大用。接下来要精进我的最大杀招了。800变魂已随我的晋升突破炼气中期，是时候为魂幡添一尊主魂了。筑基主魂就叫你巨灵吧。陆道友，忙完了。陆道友让我等得好苦啊。在下稍微准备了一份，麻烦何道友了。道友这边请。在下何路远，求见大人。进来吧。好浓郁的灵气。这是，虽然衣服变了，可这一男一女，正是末世中遇见我的人。大人，这是何意？我遵照您的吩咐，把人带过来。
知道为何我要折磨他们吗？在下不知。因为只有折磨殆尽他们所有的欲望，才能压榨出最精纯的业力。你杀这2人，莫非是因为他们看到了什么东西？他们明明遇见了炼制万兽魂幡的疯子，却说什么都不知道。这样没用的废物，你说该不该杀？而你不仅杀了墨执事的人，还抢了红莲魔宗的储物袋，胆子挺大。你是怎么发现的？红莲魔宗的灵符是特制的，我一看便知。你还修行了红莲业火经，修为倒是不错。不如让我在你的魂魄中打下咒印，收作奴仆，随我回宗接受完整的功法传承。到时你便是筑基大修士的手下，墨执事也不敢再找你麻烦。若我拒绝呢？给脸不要脸，那你也成为我的业力吧。哼，我觉得我还有一个选择。我不想死，大人救！百魂幡，杀了你，问题便迎刃而解了。百魂幡至少要炼化上千凡人，你一个炼器小修士，怎会执掌此等宝物？主魂，出！可惜持有者修为太低，极品法器威力难以显现。奇怪，这百魂幡上没有多少杀戮业力，干净的不像是一件魔道法器。境界差得太多，不仅没对他造成伤害，反倒自损300。让最不怕消耗的元魂魄阵试试。原来如此，这些魂魄没有天地魂，你就是那个在巫山中炼制兽魂幡的疯子。宗门派我调查巫山之事，没想到你自己送上门来。今日不论是百魂幡还是炼化兽魂的法子，都是我的了。这是魔道法器白骨灵，元魂没用了，看来只能……我再给你一次机会，主动献上百魂幡，做我的奴仆。我这才不是什么百魂幡，而是堂堂正正的人皇幡巨灵。混账，废我一件宝衣！筑基主魂，这不可能！你怎么可能炼化筑基期的魂魄？下次我必取你性命！此人宛如带了个百宝箱，不知还有什么后手。该死，我活不了你也别想好过！夜魂诅咒！哼，献祭自己也要咒杀我？你怎会有功德神通？你到底出自哪个门派？正玄教、玄空寺，还是道德宗余孽？哼，现在把你知道的展开讲讲。我叫程昱，是红莲魔宗内门。10多年前，红莲魔宗在巫山深处破解了一处秘密遗迹。数月前，巫山中大量灵兽死亡，引起仙门注意。魔宗莫长老下令调查，我便接下了这一任务。哼，此物和红莲魔宗有什么关系？这是莫长老失踪族人的储物袋，灵兽死亡一事没有进展，却意外查到了此物的踪迹。本想引你入瓮，却没想到你扮猪吃老虎。遗迹在什么地方？遗迹外围有阵法，我也不知道具体位置，但是此人是负责人，修为金丹后期。数月前，竹林坊的事儿你知道吗？原来你手中的便是竹林坊遗失的那柄魂幡。竹林坊的事我不清楚，只听说曾有魔道修士暗中炼制魂幡，后有一场诡异大火，烧死了魔道修士，魂幡不翼而飞。青梧宗长老大怒，开始追查真相。不久后，隐藏在竹林坊的炼魔宗长老的儿子公羊玄冥横死，竹林坊被魔道渗入，青梧宗将坊士高层全部更换了一遍。
难怪都市的纪星瑶过气成那样，虽不是事事对应，但还是有影响。你还有什么要问的？你的回答我很满意。作为回报，我会让巨灵吃得快一点，让你少受痛苦。我堂堂筑基大修士，你不把我练成主魂，还要让主魂吃了我？我为什么要祭炼你当主魂？等你反噬我吗？我有红莲魔宗传承法门，珍宝，让我成为主魂，我甘心为你所用。就你也配入我人皇幡？搜寻周围区域，将一切有灵气的东西都带回来。哦，程昱的储物袋。哼，玄黄功得货还是太好用了。啊，这，难道是传说中的灵髓矿？哈哈哈，灵髓矿能演化成一条灵脉，如此珍贵的宝物，怎会在一个筑基修士身上？方才的魔咒是红莲魔宗印记，此物说不定与巫山遗迹有关。若有机会，还是要前去探探。再看看其他的，不知筑基修士身价几何？啊，没了，这么穷。可惜这家伙跟我斗法时毁去了几件法器，也罢，足够我练气期用了。太秀，太秀！二阶阵法盘，此处灵气浓郁，便是这阵盘的功劳吧？呵，这倒是个好东西，此行收获可以好好消化一番了。我乃青梧宗内门弟子谢云，奉青梧宗执法殿之令追查魔道踪迹。我们都是寻常散修，你们这样强行拦下，搜身也太欺负人了，老子不进了。你这么急着走，肯定是心里有鬼，不会就是魔道之人吧？胡说八道！此乃精气符，是用人血炼化的符咒，此人就是魔道之人。这不过是寻常散修为求生计，用自己的血做来出售的符咒。青梧宗竟颠倒黑白，这简直是不给散修活路。这般栽赃陷害式的搜查，只会损害青谷坊的名声。看来他们不是要搜魔道之人，而是针对卓玉仙子。诸位只需打开储物袋检查，若无魔道物品，自然放心。卓灵坊大火后，卓玉仙子名下只剩青谷坊一处坊室，若再失去青谷坊，便什么都没有了。不过眼下，我得想想办法，毕竟我兜里的东西可比什么精气符劲爆多了。看来是走不掉了。用百魂幡能不能把在场所有人都杀了？这谢云是筑基修为，有可能从魂幡下逃脱。若让他跑了，我就成人人喊打的魔修了。嘿嘿，只要把青谷坊名声搞臭，纪星瑶就会失去最后的方式，滚出亲传弟子行列。在下的储物袋，想交给谢师兄亲自查看。师兄，区区散修有何资格称呼师兄？储物袋中的东西与纪师姐有关。纪师姐，纪星瑶，拿来吧。这是灵髓矿，这东西哪来的？哼，纪师姐的事不是你能打听的。哼，你不知道我背后那位和纪师姐是敌对关系。谢师兄，你背后的人纪师姐动不了，可杀你还不简单吗？事关师姐道统，万一出事，你也就只是个炮灰。哼，你说这是纪师姐呢，我凭什么信你？拿证据。喏，这衣着，伤风败俗。谢师兄，如何？没想到他竟然喜欢你这种。哎，你走吧。还好纪星瑶的威慑力还在，侥幸逃过一劫。不过这个世界不能毫无顾忌地使用魂幡，始终是个问题。哎，再看看有什么其他的修炼之法吧。阵法典籍，稀有的高端货呀。
这看着怎么跟高等数学似的，不适合我。这本书不会和道德宗有关吧？总算能下山历练了。我要除妖魔，攒功德，早日真道。这竟是1000年前道德宗弟子的日记。青莲大师兄要晋升元婴了，让我看看，让我看看。哇，是宗门为大师兄炼制的功德法宝，手持功德法宝者，杀人不沾因果，好羡慕大师兄啊！原来这就是功德法宝。若我将魂幡炼化成功德法宝，便是堂堂正正的人皇幡，不怕暴露了。青谷坊被彻查，谁会在这个时候找我？听说你是我的人，功德神通倒是有趣。在下陆岩，见过季师姐。竹林坊中没能看透你，没想到只有炼气修为，功德神通倒是不错。早在他们开始审查前，我就在青谷坊试了，拿来吧。什么东西？你给谢云看的东西。我要看的不是灵髓矿。这是？那是什么？是季星瑶，他竟在访视中。那门弟子不是说拦住他了吗？该死！照片不见了。之前炼化10万丧尸，变动值才0.2%，为何一张照片就能引起1%的变动？谢云同样看过照片，那时没有任何变化。难道是因为不能让本尊跨版本见到另一个世界的自己，所以触发了天道修正？我方才不知为何心神波动，泄露的剑意伤了你，此丹温养神魂，算是补偿。多谢季师姐。季师姐，刚刚的东西……你说灵髓矿是个好东西，能造出接近2级的灵脉。可不记得照片的事。季师姐早就在青谷坊中，为何不阻止谢云他们？早在宗门内，我就知道他们要在青谷坊搞破坏，也可知我又为何不阻止他们？当然是为了保住亲传之位。亲传弟子的位置，在我眼里毫无价值。知道为何我落魄至此吗？我13岁修行，20岁筑基，乃青乌宗同辈第1人。可时运不济，3年前卓法禁地，魔道之人猎杀正道宗门天骄，我首当其冲，拼尽全力将魔道引入禁地，将其击杀。可法力却被污浊侵蚀，金丹之路断绝。离开秘境后，我四处寻找净化法力办法，这段时间便有人坐不住了，他们想用下作手段抢亲传之位，我便等他们事成，拿着证据发起生死斗剑，什么方式，什么魔道，道途已断，不如大开杀戒。我要让他们所有人死在斗剑台上。季师姐不过是境界受阻，何必拼上性命？此乃太阳石。太阳石？此石内含纯粹的太阳灵气，可洗炼去浊气，让修为更纯粹。我愿赠与师姐。好不容易抱上了筑基圆满大修士的大腿，可不能就这么没了。那就多谢了。还有吗？还有2枚。多谢。太阳净化能力，月亮提升能力。若有机会再去末世，可以多囤些。太阳石对我非常有用，不知师弟从何处寻得的？并非我有意隐瞒，而是那处地方太过离奇，我也是偶然得到此物。修行路上的机缘巧遇，不能与外人讲，我理解。仅3克，便洗炼了1/5的法力。若陆师弟有机会，请务必帮我多收集一些。此事若成，陆师弟有任何请求，我必定竭尽全力。寻常食物就能换得3颗太阳石，再入末世版本，换几10颗也是轻而易举之事。实不相瞒，
我却有一件事想麻烦季师姐。但说无妨。我想求一份功德法宝炼制之法。身负修功德神通，是该求功德法宝。可千年前道德宗被灭门，陆师弟不怕暴露了功德神通和法宝，遭人追杀。且不说我只是一个偶然修得功德的散修，即便我真的是道德宗门人，季师姐也会保我的，不是吗？师弟是个聪明人，青梧宗中确有功德法宝的记录，我回宗门寻找记录。你在此处修炼，不要随意走动。季星瑶实力深不可测，在筑基境内无敌手，要保住这条大腿。1个多月了，我都突破炼气5层了。季师姐再不来，都要版本更新了啊！季师姐，哦，谢师兄啊。季师姐让我捎给你的，里面的东西是什么？你知道吗？季师姐封的储物袋我打不开，先前是我有眼不识泰山，陆师弟别怪罪。看来季星瑶只是稍有恢复，就能把他们治得服服帖帖。没有功德法宝和炼制之法，这是让我自己去找啊。看来那些便是内门弟子了。姓名？今青梧宗做什么？可有手令？陆岩，去藏经阁。传经令。这是1个月实现的临时玉牒，若到时间，可以来此更换。凭什么给他1个月的玉牒还能更换？我可是有内门弟子引荐，才给3天，我要求换。那可是亲传弟子的最高级手令。这位小兄弟留步，不知是哪位亲传弟子的亲信啊？这位师兄这么打听亲传弟子消息，不好吧？又想勾搭亲传弟子，做你的白日梦吧。燕子，你别走啊，燕子，等等我。燕子，这不是都市版本中的网红吗？哦，那男人是都市中最近在和燕子炒情侣的男主播，青梧宗、青舞集团，都市中最大的文娱集团，深耕各大平台，培养艺人和网红的青舞集团。竟然是仙侠中10大宗门之一的青梧宗。若我在都市中成为网红，回到仙侠版本，是不是就自动变成青梧宗弟子了？算了，魂幡的事还没解决，还是少出风头，低调行事的好。青梧宗藏经阁竟然连看守都没有。藏经重地，闲人止步。你小子不是青梧宗之人吧？在下有手令。竟有人舍得送给外人传经令？季师姐所给之物到底多贵重？敢问前辈，此物十分难得吗？亲传弟子持传经令可直入6层，接触我青梧宗核心传承。此令也只有亲传弟子可持有，外人持令可在前3层任意翻阅，戒读一本，当真暴殄天物啊！多谢前辈解惑。你有3日时间，随意翻看吧。青梧宗紫袍，至少有金丹之上修为。去找找你们玄黄功德的东西。功德助气篇，看来还有其他篇章。当务之急是炼化法器，阵法材料都这么简单，能凝结3道功德金轮的海量功德，在末日也好收集。只是功德法器还需要在世间留下传说，受众人膜拜，让万民跪拜魂幡。这么邪的法子，估计第2天就会被正道魔道联合找上门吧。再找找其他的。
恶补了不少仙侠界的事儿，可惜道德宗的东西寥寥无几。啊，这是功德法术。若是完整功德法术，当放在3层之上，这本破烂不堪，看来是被遗落在了3层。虽说残破，但只要将内容全部记住，未来说不定可以复现。可挑选好书籍了？挑选好了。你可以出去了。炼化功德法器的办法有了。这个版本里炼化魂幡风险太大，或许可以换个版本试试。版本更新在即，要快点回洞府取回随身之物。本次仙侠版本结束，版本变动值为1%。版本更新进度已满，请从以下版本中选择更新：主神版本、力魂版本、赛博版本。我才练气5层，去主神版本无疑送死。力魂版本看似有利于魂幡修炼，但是变数太大，还是不要贸然进入。我怎么记得上次见到赛博版本不是这句话？上次更新时，环宇聚起刚开始修建天幕垄断阳光，这次开始收灵能税了。3个版本里，别人要命他要钱，总归安全一点。选择更新赛博版本，这就是赛博版本。哼，灵石和典籍变成了电池和 U 盘。喂，等，我这是开局被灵元够了。竟然挣脱了法力束缚，可身上分明没有修为。举起手放在头顶，没有修为，但出现了法力波动。看来赛博世界自成一套超凡系统。布鲁斯·威克斯，原中城区人，半个月前因为失信被收缴房屋，逃进下城区。你们滥用职权，欺负公民，我要找律师。布鲁斯先生，您没有机会请律师了。档案显示，你的学贷、居住税、空气税、阳光税以及灵能税均已欠缴，您将会被送往天堂算力中心工作，偿还所有欠款和罚金。不，我不要去那里当牛马。先生，希望下城区的杂碎没有打扰到您。您还需要什么帮助吗？他把我误认成了大人物，这样的人下城区很多吗？这种故意逃税的人太多了，都该被抓去算力中心当灵魂苦力。灵魂苦力？没事的话，祝您在下城区旅行愉快。队长，你为什么对那个人这么恭敬？蠢货，他是货真价实的灵能者，身上穿的是高级灵能衣物，肯定是来自上城区的大人物。灵能者，上城区。这次版本更新变化巨大，但仍有共通之处。灵能说不定对应的就是法力。您是第一次来下城区的吧？需要一位向导吗？需要。太好了，您可以叫我绿萝。您初次来下城区，一定要先尝尝下城区特色，深吸一口气。这是什么？这是环宇聚起为下城区专供的欢愉迷雾空气，为此我们甘愿缴纳3等空气税。什么欢愉迷雾？根本就是控制下城区的收税手段吧？先生，你要去哪儿？先生，要不要品尝下城区特色美食、黑市特供商品、人体改装？随便转转。下城区流浪汉很多吗？这些是逃税者，只能像臭虫一样挤在巷子里。普通税收只要卖掉器官就能交上，可惜这些人欠的是最严重的灵能税。灵能税？仔细讲讲。先生请看，这是上交400信用点才能使用的灵能纹身，日常生活离不开灵能，没有及时缴税会面临巨额罚金，被抓进天堂算力中心，没日没夜的工作就是那里。最高智脑在天堂算力中心里是全知全能的存在。
全知全能，不正是仙侠世界中的天道？不对，你真的认为他全知全能？都是大人物宣传出来的，下城区的人谁也没见过真正的智能。真正的全知全能，应该在我来到赛博世界时就察觉到我的存在。先生还想了解什么？我可是下城区百事通。我想在这儿暂居，需要一个假身份，你有门路？真是问对人了。我们昆汀老大是下城区最好的编译师，什么身份都不在话下。当然，价格也有点贵。价格不是问题。赛博版本是既要钱又要命的。城税局里还能办身份？当然不是城税局，是那儿。昆汀老大来生意了。今天不营业，去别处吧。别啊，昆汀老大，这位可是大客户。不营业就是不营业。哼！你看出什么了？我没有在您身上感知到灵能波动，怕有风险。听绿萝说，你是一名编译师。生意带到了，你们先聊。绿萝是道听途说的，我只会一点点基础灵能代码，忽悠下城人罢了。普通纹身只有简单灵力波动，这个人的纹身有炼气1层的灵力，这世界果然也可以修行。听说你能伪造身份？普通下城人的身份可以，灵能者身份不行。这3个个人终端里都有建档好的普通身份，还能自动扫描。不过我用功德保护，似乎能屏蔽掉。这是2代电池，还有少部分电量，但足够给终端功能激活灵能代码了。这块呢？最新的6代电池，一块至少要10万信用点，甚至在下城区根本买不到。普通灵石在赛博世界竟这么有用？看看典籍变成的 U 盘，里面会是什么？仙侠世界的阵法竟然就是赛博世界里的灵能代码，2个世界的知识也有共通之处，可以好好研究一番。有没有编译师资料？给我来一份。我只有下城区的野路子，真正的代码资料只在上城区流通。6代电池买你的野路子资料，够吗？好。有需要我会再来找你。您慢走。虽然智脑不是全知全能，但赛博世界的管控还是比仙侠更严格。稳妥起见，还是苟3个月吧。等等，更新进度不对。从更新到赛博到现在，至少过了5个小时，更新进度才过了0.1%，更新充能速度变了。按这个速度，在赛博版本停留的时间将远超3个月。唉，看来不能简单苟着，要从长计议。我需要一处住所。下城区可以随意搭建住所，只需缴纳地税即可。地税针对建造材料和占地面积不同，10信用点起步，上不封顶。您来的时候看见外面的垃圾山了吗？那其实是下城区平民盖出来的房子，最便宜的款式。给我找一处现成住所，不要自建房。所有花费，包括绿楼的向导费，都从这里出。剩余的算你的，一定让你满意。橙色的地方都是符合要求的房屋，您随意挑选。这是什么地方？看起来不像居民区。这是九龙集团的地下制药厂，被查封后数次流拍，最后对外出租了，每月地税要5万，没人愿意接盘。制药工厂吗？地方是够大的。对了，你们的灵能都是从哪儿获得的？全世界的灵能都是寰宇聚起供给的，先生您不知道，这是工业灵能供给器，不用修炼，能直接吸收的灵力。这些都是工业灵能，需要搭配药物提纯才能供人使用。还能打药提纯？今天怎么刚开就用超额了？看来天地间有灵气，但是被寰宇聚起用某种方式垄断了。这种机器能弄到多少？工业灵能需要开通传输系统，我靠，这家店才申请到权限。工业灵能我能直接吸收，修炼事半功倍。
我想在住处开通一条大量用工业灵能的系统，有什么渠道？这个不麻烦，地下制药厂就有下城区最大的灵能传输系统，租下来就能直接使用。带路，去看看工厂。这里还留着完整的药剂生产线，这种药剂可以让人吸收工业灵能，但副作用很大。虽然尘封许久，但灵能传输系统依旧可以使用。这座工厂我要了。先生想租多久？先租半年吧。每月地税5万，灵能税基础价3万，半年下来，先生至少要先准备50万信用点。临时转化的电池在下城区不流通，大量出手太招摇。还有什么渠道呢？有了，你想成为一名真正的灵能代码编译师吗？上城区流通的灵能代码资料只需50万信用点。没问题，当然没问题。跟上，保证他不会出卖我。1个半月，从炼气5层突破到炼气12层，就是天赋神童也没有这个修炼速度。此处当真是赛博修仙的洞天福地。更新进度1/4了，看来至少要在赛博版本停留半年时间。筑基在即，灵力倒是够用，可赛博世界没有能参考的筑基经验。什么事？先生，您的灵能税要逾期了。预留了半年的灵能税，不到1个月就逾期了，你就是这样办事的？我不敢骗你，制药厂1个月3万是基础缴费，灵能使用过量，自然要缴更多的钱。您看，90多万信用点，城税局就在我家门口，我专门去查了，没错。先生，您在制药厂做什么？用了这么多灵能？靠这些灵能修炼到炼气12层圆满，90万信用点不过9块灵石，相当划算了。放心，灵能税我会补上的。还有半个月时间，求求您一定交上钱，我还不想去算力中心当牛马。你那儿还收6级电池吗？在下城区卖6级电池会被抓的。难不成又要去打击黑恶势力？重操旧业也不是不行。在这儿重操旧业，难道您要制药？赛博药剂是让人体能吸收工业灵能，把工业灵能换成灵力，效果岂不是更好？好主意，就买药。陆先生，这东西真的能卖出去吗？让你试药你不肯，找个识货的买家就是。那个工厂的药物我见识过，副作用极大，头骨变形，身体腐烂，还会变成傻子。我的药没有副作用。交钱。我们约了沙克先生谈生意，那也要交钱。真黑。这就是地下区最大的决斗场，也是药剂需求最多的地方。请问是昆汀先生吗？我来与沙克老板谈生意，有预约。沙克老板正在接待贵客，请2位移步包厢，稍等。接下来登场的是激素绿魔，与他对战的是15连胜新人王顾纯战士。3、2、1，开始！这也算生死决斗？当然，这可是顶尖决斗场才会的精彩死斗。哪儿精彩了？客人是第一次来我们决斗场吧？整个地下城只有我们才供得起这种药剂消耗。药剂决斗是对人体极限的比拼，只有能承受更多药剂的人才能成为强者，甚至灵能者。顾纯战士坚持了43瓶药剂，可惜最终败北。你们这还挺人性，给败者抢救。顾纯战士喝了那么多药，体内灵能暴涨，尽快卖给工厂，还能再赚一笔。决斗场死亡率有多少？90%，但他们都在赌摄入的药剂让基因异变，变成灵能者，赌赢够100场。决斗场老板赐予他们灵能改造，
成为灵能者。所以决斗场老板会想尽办法让胜者失败，就像连胜的顾纯战士。决斗场死亡率其实是100%吧？这样草菅人命的老板，真的会买我的改良药吗？哈哈哈！好久不见了，昆汀兄弟。沙克老板的决斗场生意火爆，最近大赚了吧？嗨，别说了，最近被上面的猎狗盯上，变着花样收税，也没赚多少。啊，这位是？我是来和沙克老板谈生意的。这是九龙制药厂新产品九龙之力，9支1疗程，可以强化身体，且没有目前市面上那些药剂的副作用。没有副作用？送个人来。你说没有副作用，那就用它试试。他刚摄入50多瓶药，身体到了极限。沙克老板，这就不地道了吧？这人身体已经开始溃烂了。密码箱和药剂瓶都是翻新假货。昆汀，你就这么忽悠我？不敢吃药就滚吧！给他灌，9支全部灌进去。这不是尸体工厂，我没事了。哎呀，好！修复肉身，还抑制住了灵能副作用，效果立竿见影。药剂是好的，有配方就更好了。100万信用点，交出配方，放你们一条生路。沙克老板，我们是来做生意的。你在威胁我？给钱已经很给你面子了。这威压，灵能威压，你是上位灵能者。你和我说话的姿态还不够低，你的态度我也很不喜欢。他一定是带着高端科技的上位施事者，药剂就是他从上城区带出来的。很抱歉冒犯了您，我愿付出一切补偿，恳求阁下宽恕我。展示你的价值。您有药剂，没有销售渠道，我可以为您打通渠道，置入100万信用点。信用点只在赛博世界有用，对我而言更重要的是上城区的高科技知识。我不缺钱，还有没有更有用的？有，我还能为阁下拿到上城区身份。能通过智脑检查吗？不行，那可是全知全能的智脑。阁下想要什么，还请明示。能搞到智脑或者智脑相关灵能代码吗？别说智脑本体，就算是阉割版的随身智脑，也只有上城区顶层人物才有资格接触。没用的废物！我要所有上城区的信息、知识和情报。我实在是弄不到。不会亏待你，九龙药剂只收你每套500信用点。哎呀，一套药剂搭配工业灵能药，我能推上数千高价，赚翻了！阁下如此诚意，我不能不识抬举。最近上面准备对下城区动手，这是我打探到的详细资料。天堂算力中心大量空缺，他们准备执法队查税，所有人原地待命。在下是决斗场经理，我们都是按时交税的守法公民，执法队没有权利干扰我们的正常生活。就是，你们这些猎狗又想干什么？我们纳税了，不怕你们，滚出去！是执法队，他们来查税了。你做的？绝对不是我，决斗场是我的根基，我绝不会把猎狗引来老家的。去处理了，不许暴露我们的消息。阁下放心。见过执法官阁下。经调查，你们决斗场涉嫌逃避灵能税，现依法将决斗场所有人全部带走，送往天堂算力中心。不可能，我们决斗场一直都是提前半个月交税，没有一次拖欠行为。你觉得我在冤枉你？别紧张，看看这个，你们将决斗士尸体卖给工厂，工厂抽取尸体中残留的工业灵能，你们为工厂间接提供灵能，毫无疑问，就是逃税。哼，该死！没想到收税收到这上面，
早知道收买钱先问问律师了。收税都收到死人身上了，补税而已，很好解决，请阁下放心。补税就可以。那个执法官看着可不好搞定，执法官权力太大，早就有人看他们不顺眼，会有人来解决他的。执法队的杂碎们，收下下城区送给你们的礼物吧！执法官大清洗了，快跑啊！该死的猎狗！该死的反抗军！下城区更怕上来就屠杀的执法官，这人还算温和了。此地不宜久留，走吧。你的决斗场不要了吗？有阁下的九龙之药在，日后想造多少决斗场都没问题。执法智脑0776已锁定3人，请使用者主动投降。不好，这个执法官居然拥有随身智脑。随身智脑可以在一定范围内锁定所有个人终端，没有个人终端又寸步难行。对方目标是决斗场，只要抓到我，就会解除锁定。你被抓了，还怎么与我做生意？我没关系，补上灵能税就能出来。看来你的人脉挺广，希望以后能发挥出足够的价值，否则我会让你后悔没去天堂算力中心。还有2个人和决斗场老板在一起，什么情况？这是什么？智脑分析生命体？我早就接受了灵能改造，这些东西为什么能伤到我？警告：该生命体直接对您造成了灵魂伤害，经检测95%概率为灵魂体。这不可能！怎么会有这么强大的灵魂？开启灵能炮，火力覆盖。智脑搜寻灵魂怪物。智脑。灵能炮竟然能对怨魂造成伤害，看来日后交手要多注意了。竟然还拐回来一个分割体智脑，先收起来，日后好好研究。出口到了，停下！果然有漏网之鱼，斯科特的手段还是太嫩了。竟然是你！他是谁？上城区的约翰警长，那个 U 盘就是他给我的。你居然把 U 盘真的交出去了，让2个灵能者都不是的人知道这种秘密，沙克打劣质药把脑子打坏了。U 盘是你故意给我的，你到底想做什么？让你做个明白鬼！上面决定对下城区大清洗，可不少大人物在下城区有产业经营，所以他们让我来提前传播消息，保下产业。你的决斗场有大人物看中了，就用你的命拉开大清洗的序幕吧。废话有点多了，去死吧，下城区的杂碎！选好功德！秒杀！约翰的实力远在我之上，那套铠甲还能抵挡灵能炮，竟然被秒杀了！沙克，我在。您说，上城区针对下城区的清扫即将开始，我需要你联合下城区，抵御大清扫。不反抗会被送进天堂算力中心当苦力，反抗的话，他们需要算力，会尽可能活捉。反抗也不过是被抓进算力中心，当苦力还是赌一条出路。九龙药剂可以打通下城区势力，培养大批灵能者反抗军，只要产量充足。目前药剂产量是每天1万份，后续还会提高。足够了，我要让上城区的人狠狠栽个跟头。上城区救援中心已抵达，开始救治伤员吧。
我不需要治疗，我已经没事了。抗拒治疗一定是伤到脑子了。放心，我们会为你做全身检查的。全身检查要10几万信用点，完了。城税局局长的电话。一个决斗场，怎么搞出这么大动静？是我失职，请局长处罚。不，你的处理方式我很满意。抓了决斗场的人，也不过补充数百人灵魂算力。你轰塌决斗场，受伤的观众将以欠下巨额医疗费的名义被送进算力中心，至少能补充3000算力。智脑坏了的事不能被上层知道。果然虎父无犬子，你父亲教导有方啊！你先驻守33号地窟，等你回来再办庆功宴。是。趁不用回上城区，尽快解决智脑的问题。或许可以挑起更大规模动乱。灵石粉末可以代替灵能生产9龙药剂，可我带来的灵石经不起这样的消耗。还是要造灵脉。灵脉，落。这个灵气浓度不够我修炼，却足以支撑每天8万份药剂生产了。这些药剂能催生出上万名灵能者。即便抵抗大清洗失败，也够让上城区头疼，至少可以拖到我离开这个版本。研究研究这个世界的核心科技。能被怨魂抓到，说明智脑的本质是灵魂。全知全能的智脑，其实只是个灵魂计算机，以灵魂算力为养料，在版本迭代更新中诞生了自我意识。有意思，如果将这个世界的灵魂技术应用到怨魂上，是不是就能将怨魂智能化，创造出融合了仙侠与赛博的智能魂幡？只能做到这个地步吗？没有完整的改造代码，只是拆解阉割版的智能，还是没法实现智能化。所以还是要想办法突破上城区的知识封锁。需要一个上城区的人。执法官先生好像还没回上城区。什么方法都试过了，怎么就是修不好？智脑坏了的事，如果暴露，父亲都保不住我。是，决斗场出现过的灵魂怪物。是你破坏了我的随身智脑。是我做的。居然还敢来找我，不怕我上报将你抓起来吗？你可以试试，承认自己弄坏了智脑，你敢吗？我爸爸会保下我的。智脑灵体被剥夺，不是你送去3000灵魂算力就能补救的。你的父亲都会自身难保，丢车保帅献祭掉你。你到底想干什么？我为你准备了一场表演。几天后，会有一支由灵能者组成的反抗军围攻城税局。执法官先生身先士卒，战斗中智脑怎么破坏，你不仅不会被惩罚，还会迎来嘉奖。你想要什么？一份上城区完整的灵能代码编译资料。不可能，送往下城区的信息都会被严密监控。跟我有什么关系？我只是提出要求，执法官先生会有办法解决的。2天后会有一辆押送车经过下城区，押送的人里有个出售违禁知识点犯人，编号374。2天后，就是这样。押运司机死了，真有人敢劫押运车，老子才不要去送东西。居然有逃出升天的一天。你是374号。莫吉兄，劫了押运车。贺东升，怎么是你？
太不容易了，竟然还能再见到陆岩兄。你怎么会被送去算力中心？自从得到了陆兄指点，我便准备了一批古董芯片，准备大干一场。没想到出师未捷被背刺，好不容易才逃出来。背刺对应仙侠世界中贺东升因为我被何路远绑架的事。逃出来后，我靠卖假芯片、假代码大赚一笔，又被城税局盯上，说我售卖违禁知识。所以你只是在卖假货，却被扣上真罪名抓起来了。传授的造假知识，跨版本竟坑了我自己。正是如此，陆兄竟这么大胆，骑了押运车救我一命，我一定会报答陆兄。这块集我所有研究于一体的芯片就送给你了。我要个假货有什么用？我被抓可不只得益于陆兄的造假知识，还有其中真假参半的灵能代码。这代码可是我从废弃精神病院抄来的，能够骗过智脑的东西。废弃精神病院里的灵能代码？没错，是一个叫赵火旺的精神病人留下的。赵火旺，天道论的作者。在确认这段代码能够通过智脑后，我又回到那家精神病院，却发现一场大火把那里烧得一干二净，这份芯片就成了孤品。我给它取了一个十分响亮的名字——天道代码。仙侠中的天道论勘破世纪规律，赛博中的天道代码能欺骗智脑。赵火旺，此人不简单。多谢贺兄。此处不是说话的地方，押运车被劫，得赶在下一个城区封锁前找个安全地方。守了这么久，还不出来？什么？陆兄发现了什么？是三维投影陷阱，这么大手笔抓人。看来斯科特执法官违约了。呵呵，你与斯科特的交易依旧成立，并不涉及我作为第三方出手。你是来给他擦屁股的。作为父亲，总不能看着儿子落入陷阱，不如我们各退一步。你交出智脑，我放你离开。我的提议是，你现在主动离开，我可以不杀你和你儿子。你的确拥有高级灵能科技，但这些东西还不足以让你挑衅上位灵能者。就这？让我看看你到底有多少实力！你不会以为自己能伤到我？这把刃试试我的初阶法术。你也伤不到我。再来！不错的火焰，可惜还不够。一个都别想跑！去找个安全地方，事后我会找寻你。我很好奇，那样的火焰你还能用几次？碍事的普通人走了，就不用有所顾忌。又是什么花里胡哨的东西？7号区的幻境技术，还是恐惧喷雾幻觉？杀了他！不是幻觉，是灵魂攻击。放开我！这就开始求饶了？交出灵魂改造知识，可以饶你。原来你想要这个？实话告诉你，这些知识只有算力中心才有。我敢告诉你地方，
你敢去吗？这就不用我们操心了。别以为赢了我就能肆无忌惮，只要有智脑在，你迟早会死无葬身之地。我会在地狱等你。咦，完整的智脑终端？哼，意外收获呀！得去送我们不守信用的斯科特执法官和他父亲团聚了。我为你准备了一场表演，一支由灵能者组成的反抗军围攻城睡局。执法官先生身先士卒，战斗中智脑惨遭迫害。执法官呢，成缩头乌龟了。反叛军动乱，那是我来履行约定了，斯科特执法官。不可能，父亲怎么可能输给你？你父亲为我解惑，作为报酬，我会送你去陪他。别杀我，我什么都愿意为您做，只要平复了动乱，我就能代替父亲为您所用。你父亲比你聪明，至少不是墙头草。进攻！执法官死了，大家冲啊！想清洗下城区，到底是谁吃掉谁呢？在上城区反攻前，先消化掉这次的收获。啊，这就是天道代码。先改造智脑灵体，以免有什么暗门漏洞。这就成了。可惜我对代码的研究还不够深，勉强能用。个人智脑终端启动中，终端链接主体智脑失败，保留基础终端功能。哈哈，天道代码骗过了智脑终端，还绕开真正的智脑主体。有了它，我就能潜入算力中心了。押运车被劫，一名将军失踪，下城区城税局暴乱，这是打我们的脸。下城区再暴乱，也影响不到上城区，都是浮游撼数。恐怕有其他城市流窜来的施事者在搅动风雨，是时候推动新法了。陆先生，不好了！怎么了？大清早开始了，不是武力战争，这一条新法就能将上千万人送进算力中心。才提前30年，急什么？他们最终可是要收到300年后的。智脑的目的是让整个下城区都成为算力中心的奴隶，是时候重拳出击了。信用点不够30年灵能税的，自觉出列。不知道我的信用点够不够啊？1亿多信用点，不知道这些信用点够不够为他们所有人付灵能税？灵能税禁止带货，这是规矩。谁定的规矩？我看你们就是想把我们全部送去算力中心，破坏征税现场，逮捕他。朋友们，这些上城区的人编造出莫须有的罪名，夺走我们的灵魂，他们是恶魔，寰宇聚起，宁有种乎？上城区想榨干我们，做梦！说得好，凭什么任人宰割？现在到处都是反抗军闹事，执法队连过去1半的人都抓不到。智脑需要灵魂，在不使用大型杀伤武器的情况下，你们可以随意处置下城区。那帮贱民靠什么9龙药剂堆出上万灵能者？不用大型武器怎么打得进去？你亲自下去，动动手指，就能把他们全送进算力中心。够了。智脑已经派了董事层来接管44号城市，
若失败，我们也不过是智脑的高级养料。各位自求多福吧。我不想去算力中心。陆先生，执法队抓人的速度降低不少，可我还是担心，万一他们用大型武器……别说大型武器了，随便一个上位灵能者下来，都能把你们全灭。这可怎么办？好办，不再阻拦执法队计划，送更多的人去算力中心。您这是做什么？为什么反过来帮上城区？正面对抗上城区毫无胜算，但我们可以走后门。你的店借我用用。有人吗？来客人了。知道我们这儿的规矩。我听说你们这能帮忙解决被抓去算力中心的麻烦。我就差25万信用点，你们能借我？你弄错了，我们解决麻烦，不是借你信用点，而是借给你灵魂。这是我们平台提供的灵魂，它可以代替你进入算力中心，完成繁重的工作。我要了，有什么条件？图腾是什么？就是这个，拿回去每天参拜即可。不知道这样算不算炼制功德法器？这就可以了。对，交易完成，你可以回去了。多谢，请问你们这个平台叫什么？我们叫做地府，只等怨魂潜入算力中心，看看那到底是个什么地方。你倒是认命，不像别的人哭天喊地要逃跑。检验通过，放行。进去。太好了，租界的灵魂出现了。成功进去了。让我看看算力中心到底是什么地方。这是灵魂世界，上去看看。灵魂世界还没有全部做完，被抓进算力中心的灵魂是以基业的工作制作灵魂世界的碎片。倘若灵魂世界完成，智脑就是这片世界的创世主，现实世界的人类灵魂都将沦为他的算力能量。难怪智脑要推动灵能税，把全部人类送进这里。可现在他在哪儿？这视线，是智脑。智脑想要创造一个灵魂世界，拉着全世界灵魂赛博飞升。灵魂世界即将完成，等不了多久就会推行300年税法，甚至启动大型武器，就连上城区人类最终都会沦为灵魂算力。上城区，智脑目的是赛博飞升，上城区的人也并不是都愿意。倘若煽动上城区灵能者反抗智脑，至少能拖延到版本更新。天道代码还是太好用了，真奢侈啊！上城区灵能者人手一个岛当住所，天道代码能屏蔽智脑，却不能骗过普通人类，让怨魂去更方便。从监察部长下手。什么人？这不是上城区的工艺。下面的东西能躲过智脑的监控，出现在这里。这是去把智脑要收割全部人类的消息传播开。不想在灵魂世界被宰割，只能奋起反抗。上城区的安稳日子要到头了。
是投放过芯片的地方。这么快就被智脑发现了？不对，智脑无法识别代码芯片，是有人告密了。智脑以我们为能量，不能任人宰割了。环宇巨起被智脑控制，必须拿回人类对智脑的控制权。具体真假尚未分辨，但必须对智脑进行一次审查。是普朗董事。跟普朗董事说明利弊，董事会一定会查明。普朗董事，你……啊，那是监察部长，第一个发现芯片的人。这普朗董事至少是金丹期。啊！不好，他在扫视漏网之鱼，被发现了。这就是金丹的威压，连跑都跑不了。什么情况？按理说，金丹修为的神识强度是可以察觉怨魂存在的。普朗被智脑完全控制，所以骗过智脑的天道代码怨魂，同样骗过了他。天道代码对智脑来说是一个无法察觉 bug， 既如此，完全可以在智脑眼皮下挖他墙角。最近反抗少了，抓人轻松不少，真奇怪。这些人发现攻打上城区是痴心妄想，束手就擒了。哼！押运车又送来批人，走吧。兄弟，你也是从地府来的？没错，不知道地府平台到底可靠不可靠，只能赌一把了。放心吧，现在来这儿的都是跟地府做过交易的，以后再也不怕被征用灵魂了。谢虚，就从这里开始吧。智脑创造灵魂大陆，至少花费了上百年。虽然没办法完全破坏那里，只要拆得够快，甚至能让这片大陆的完成度永远停在99%。不好了，陆先生！你怎么和沙克一样冒失？说，怎么了？上城区派军打进来了，不是执法队杂兵，是高层灵能者精锐。居然敢把高层灵能者主动送到下城区，这可怎么办？我们完全不是对手。不必慌张，他们并非是我们的敌人。你去一趟，好好接待贵客。是。普通仙袍堪比高级灵能者，那我就用初阶仙法去颠覆赛博科技。干脆上重型武器地毯碾压，活着的送进算力中心。做什么战术？用拘束装置活捉，尽量不要伤到他们。布维斯，智脑虽然要活的，但下城区贱民众多，杀鸡儆猴还是有必要的。还是说你在同情他们？现在抓他们，未来抓的就是我们，有谁逃得掉？就算进入灵魂世界，也分高低贵贱。我进去后一定还是高贵的。您就是首领布维斯先生吧？我们老板有个生意想和您谈谈。你们老板九龙药剂研究者，灵能代码义务教育家，反抗运动推动人，地府的王，推翻智脑的领袖，解放下城区者。你有几个老板？我们只有一位老板，陆先生，他就在里面等您。上位灵能者维扬，布维斯先生，有没有兴趣推翻全知全能的智脑？推翻智脑，我不会受你挑拨背叛智脑的。不必在这里表忠心，此处完全屏蔽了智脑的监视。这是，他能完全避开智脑审查，名为天道代码。可董事会全都投靠了智脑，他们是人类，不受这种 bug 代码限制。董事会并非投靠，而是被智脑完全控制。他们同样无法识别天道代码，
当真，如果真的如此，那只要把董事们拉回人类阵营，就还有希望。我可以下令停止攻打下城区。你需要我做什么？这是一份改造过的智脑终端，它可以黑入任何程序。我需要你继续把大批俘虏送进算力中心。你想潜入算力中心？普朗董事现在坐镇44号城市，会被发现的。你们太惧怕上层灵能者了，即便是普朗，也不是无敌的。照我说的做，就能彻底瓦解那个囚笼。请下车接受检查。布维斯先生，您最近又升职了，看来这次抓了不少贱民。快点！辛苦布维斯先生了，请过。听我指令，准备。警告：不明灵能者入侵。警告！大门处的老监控居然没拆，这老古董只能识别生物体征，天道代码太高级了，对他没用。别管了，直接杀进去！外面的火力，我的队伍会拦截。算力中心的核心枢纽在18层。小队直接攻入18层，其余人每层解放囚禁者。好，看我开路！走！擅闯者死！火力掩护，我们的目标是核心中枢。做梦！你的对手是我，决战开始了！窃贼！智脑生气了，你们完了！他将降下神明的怒火，所有人注定升入灵魂世界。是吗？也该正式开始了。不，灵魂大陆被撕碎后还会崩塌，效果比预计中好。怎么回事？智脑的加持消失了。智脑老家着火了，自身难保哦。战士们，上位灵能者不是不可战胜的，冲啊！你们竟敢撕裂世界！收！把我的造物还回来！杀了那个人！火力掩护！回来了！哼！身体强，可惜灵魂弱小。这位呀，不是智脑的，竟然把这玩意儿也带出来了。既然是灵魂造物，就能被魂幡炼化。800公里的灵魂大陆碎片便重似山岳，但若能成功炼化，将是一张绝佳底牌。别玩了，杀了他们，保存好大脑和灵魂，我有用。这些都是陆先生的手笔，我不能拖后腿。寰宇聚起，高层将领布维斯信息已激活，权限已接入。布维斯先生，请输入指令。解除睡眠舱，释放全部人类。我得救了！120年了，我还有重见天日的一天。妈妈！太好了，终于。我明明派人将普朗用天道代码困在董事会了，
他怎么还会出现？不好，他的目标是陆先生。终于等到你了，你不来，总觉得差点什么。终于发现了，这是从人类的身体里滚出去吧！啊，还好有天道代码，终于解决。很惊讶，同一个手段1次2次就算了，还想限制我第3次。智脑知道那串代码的存在，为了防止代码漏洞出现，他创造了一个灵魂，也就是我，用来代替普朗原本的灵魂。即便你斩断了我与智脑的全部联系，我也能独立运行。交出灵魂世界的碎片！做梦！竟然有能够容纳灵魂的神器！不，这宝物不是这个世界的产物，必然来自另外的世界，归我了。好啊，接着吧。我可是智脑最顶尖的产物，怎么会？魂幡里收纳了还未完全炼化的灵魂大陆，居然敢正面接下这个重量，自寻死路。陆先生，我们赢了，我们赢了！让我们珍惜来之不易的胜利，感谢带领我们的陆先生。有了天道代码做壁垒，44号城区将不再害怕智脑的入侵。昆汀，灵能改造真的朝公众开放了吗？我也能改造了吗？当然，这是陆先生送给所有公民的权利。我要把双马尾改成直升机螺旋桨。智脑造的灵魂散了，释放了原本普朗的灵魂，金丹期的神魂。果然还是炼化不了，甚至不能收起来。陆先生，您在吗？哎，陆先生，我来为您送徽章了。陆先生，灵魂改造技术编译大全，灵能改造和超大储量灵能电池都在里面了。这是城市议会最高议员的徽章，仅次于最高议会长。最高议会长选出来了。您不愿意领导我们，我们之中又没有比普朗董事更强的人。普朗是在反抗智脑时被控制的，所以普朗还在昏迷，对吧？把灵魂带回去，他自然会苏醒。多谢陆先生。陆先生，您要去哪？去我该去的地方。提前征收300年灵能税还是来了，至少将44号城市从智脑统治下解救出来。之后的事儿就交给他们自己处理吧。看看天道代码在其他世界到底是什么东西。看来是我抢走灵魂大陆带来的影响。版本更新进度已满，请从以下版本中选择更新。什么版本？不会是看我闹的动静太大，故意玩我呢？哎，绝对是故意的，逼着我选都市。更新都市版本，更新出 bug 了。不，版本确实更新了，东西已经变了。哎，又是0元购，滚！都市里的警卫还不如赛博世界。天道代码的本质居然只是这个。看看完整内容是什么？一份计算机底层协议就能约束智脑？怎么可能？不，税收无视阶层。智脑要把所有人都拉入灵魂世界，都算是一种绝对公正。即便最后开战，智脑也要颁布税法，并非用武力强整。所有直接伤害人类的，都是上城区的人，并非智脑本身命令。这么简单的底层协议，居然真的限制了智脑，所以智脑开始利用灵魂造物，
创造出全新的灵魂，试图摆脱限制。了解了代码本质，赛博世界便能再闯上一闯。赛博世界的高端科技，对应到都市里就是这些，灵能电池也不见了，血亏呀！倘若反着来，把都市的普通东西转化到更高的版本，是不是会低阶变高阶？下次更新试试。沙克深陷税务案件，成为9农药剂代理人，在税务法案中带领群众对抗议会，而后成为议会议员。版本变化的对应变动还真是抽象呢，不知道我的议会身份还在不在？陆先生，您找我？哼，果然保留了。帮我办件事。陆先生，都办好了，我们上车说。他身上灵能改造的痕迹都消失了，顶多比普通人强化一点。直接去机场。陆先生，您要的身份证明和飞往东方联邦的机票都准备好了。先生，您知道昆汀去哪儿了吗？他没跟着你留在议会。他坚持要去研究生物手术义肢什么的，去了一家叫生命母树的公司。生命母树，这名字与都市世界格格不入。日后有机会调查调查。东西都在里面了，还有手机、黑卡与东方联邦的现金。做得不错，祝您在东方联邦玩得开心。这趟航班上有条大鱼呀。本次航行时长10小时，先生有什么需要吗？没有，不要打扰我。10小时也不能浪费，刚好用来熟悉吸收了灵魂大陆的魂幡。千魂幡才能拥有的阴魂空间，仅靠吸收灵魂大陆直接拥有了。这片天地至少能容纳1000万怨魂，现在的怨魂数量还是太少了，不能完全炼化这片天地。末世版本可遇不可求，还是要想办法收集更多魂魄。求您赐福，渡我这次难关。求您保佑我的生意。我愿奉上灵魂，求您拯救。就是这个，拿回去每天参拜即可。哼，这是香火院里功德法器，还需要在世间留下传说，受众人膜拜。没想到赛博世界中的尝试真的成功了，膜拜炼化的进度竟然已经过半，这是香火神域。香火之力竟直接炼化了一部分灵魂大陆，或许可以在都市中试着扩大影响力了。嘿，这次在赛博世界不仅收获颇丰，更继承了不少东西。不知道制霸世界的智脑在都市中变成了什么样？如果能在都市中找到智脑，直接消灭，岂不是直接攻略了赛博版本？没有对应，还是我搜索错了关键词？扫描天道论。总结关于一方世界强者的部分，所以一方世界的最强者只能存在于他所在的世界中，无法跨版本出现。此事为一，这倒是好事，不用担心被他们跨版本追杀了，可以安心在都市中养精蓄锐了。这位先生，你也是去东方联邦的？季星瑶的同事。甚至比姬星瑶更红，那也就意味着，在仙侠世界，他也是青无宗亲传弟子，筑基大修士。这趟航班上的应该都去东方联邦的。异国他乡遇见个同乡人不容易。我叫苏嫣，你或许在某些地方见过我。当然见过，青武的当家花旦。果然是个公子哥，上钩了。又有渠道打听青无宗秘辛了。人已经走了。陆先生安排我们为您准备了衣服，还有一张集团金卡，每月50万额度。随便出手就是50万，这个陆先生到底是什么身份？他昨晚为何问了很多关于青武和姬星瑶的事？没想到坐个飞机都
都能碰到跟纪信遥有过节的青梧宗亲传弟子，哼，筑基期的仙子就是不一样。不过一次就行了，还是不便牵扯太多。联邦考古协会招募了，请您为考古传承献一份爱心。仙侠版本10大玄门中，貌似也有个靠挖地的宗门，叫什么太一宗？太一宗没有山门，功法传承，教授的也不是法术，只教旺气开门，弟子门人挖到什么便学什么。而宗门长老将死之时，也会找到地方把自己埋起来，等待后人将其挖出。靠着挖祖宗的手艺，太一宗传承1000年不断，成了各宗门礼让3分的存在。没想到都市版本里成了考古协会，倒也贴切。先生想了解一下吗？现在正在招收新成员，现在只需缴纳会费就能参加各种考古体验活动。这么说，我可以在都市买下个职位，到了仙侠版本直接成为宗门弟子。这种干杂活的职位还是算了，但我能提供一笔资金给协会，可以见见你们的主管吗？这个我没有权利。300万投资，我这就为您安排。各大宗门如青梧宗管理严格，太一宗这种野蛮生长的宗门反而更适合我。不论什么功名法器，都可以是挖出来的，名正言顺。您就是要投资协会的陆先生，我是楚卓群，协会的部长。在下陆岩。能得到陆先生的投资，实在是太荣幸了。敢问陆先生，为何想投资考古协会？我自小对考古兴趣浓厚，如今能尽自己的一份力，也算是圆梦了。顺利的话，还会追加投资。这是一份协会荣誉席位。楚卓群，说好了这个名额留给我们主脉，你竟敢拿去售卖！师傅，你跑得也太快了吧！贺东升，陆兄，先前在合众国，若不是陆兄为我断后，我就交代在那儿了。后来我四处打探陆兄下落，却发现警察在搜寻我，吓得我赶紧回国了。那之后，我也托人寻找贺兄，却一直没有音讯，原来是回国了。原来找我的警察是陆兄的人，唉，虚惊一场。我来介绍一下，这是我师父考古协会大师穆春秋。哼，我刚回来身无分文，多亏师父收下我，传授我考古技艺，才能再见到陆兄啊。协会大师？难道是太一宗长老？见过穆大师。我听东升说起过你，你帮过他很多，不必多礼。既然大家都是熟人，那陆先生加入考古协会的事，东升与陆岩有缘是我们的事。你倒卖古物和名额，我另找你算账。哼！陆兄放心，师父没拒绝，便是默许。方才我听各位说主脉支脉，楚部长这之中有什么区别？追加500万。此事不是秘密，说给陆先生当个乐子。协会传承上千年，以13主脉为主，支脉负责生计，供养主脉。现在不行了，科技发展太快，干什么都要钱，支脉的影响反超过了主脉。主脉空盛名头，支脉掌控协会，两边谁也看不上谁。太一宗内部派系不和，这可是仙侠世界不曾听说的事儿。陆先生不必担心，我是支脉，您又与主脉的穆大师交好，协会绝不会为难您。麻烦楚先生了，我这就去为您登记。陆兄深藏不露啊！今天我做东，与陆兄不醉不归。陆先生，请留步。穆大师在等我。东升福缘深厚，却命中多劫，能安稳活到今日，拜入我门下，多亏了你屡次相助。作为报答，你可以在我私人宝库中选一件宝物做报酬。太一宗长老至少是金丹级别，金丹修士的宝库里都是神器，这种好事儿一定要等到修仙版本再兑换。我与贺兄有缘，他在合众国也帮了我不少，怎敢再要大师人情？倒是谦逊。
陆兄，别看我师父穿的朴素，他的丝裤都是祖上传下来的，论身家，你未必比得上他。少吹嘘。你猜猜，我师父今年多少岁？50、60岁？非也，师父他已然103岁。都市版本中的100岁，且容貌不老，在仙侠世界至少是元婴真君。太一宗主脉元婴真君的丝裤，定有非凡至宝。这么好的机会，不能在都市版本里浪费了。多谢莫大师，只是晚辈还有个不情之请。但说无妨。晚辈刚加入协会，还不了解珍藏宝物，想过段时间再前去选宝。小事一桩，你何时想来挑选了？让东升带你来就是。愿为陆兄鞍前马后。行了，好好招待你的恩人吧。陆兄，你不知道，师父带我考古进大墓，机关献请前，我毫发无伤。贺兄向来福泽深厚。我师父的东西就是我的，我的东西就是陆兄的。陆兄想要什么，尽管开口。贺兄这般大方，你师父知道吗？不过我却有一事想问问贺兄。陆兄直说。贺兄曾提起过赵火旺，不知贺兄还有什么对此人的发现？赵火旺，他是谁啊？都市版本的贺东升不知道赵火旺。赵火旺的线索一直都是由贺东升发现的，是都市中没有赵火旺，还是都市版本的天道在动手脚了？去找这个世界所有关于赵火旺的东西。没有任何关于赵火旺的东西。如同智脑知道天道代码存在一样，都市版本的天道开始有意阻拦我了。不能太依赖赵火旺的线索，还是要尽快精进自身修为和魂幡。这次在都市的停留时间依旧是6个月左右，先找一处更合适的修炼地。陆先生，这就是北邙山最大庄园，原主破产后一直搁置，至今未能完工。通往这里的路也没修好，是上下山会不太方便。不过听说北邙山有诡异传闻，是有这种传说。合同已经签了，我就不奉陪了。哼，要的就是人迹罕至。众魂搜查周围情况，巨灵留下。借赛博世界的代码和仙侠世界的阵法，在都市中炼制灵魂计算机，灵能浓郁，足够用了。用天道代码改造灵魂计算机方法虽然简单，但灵魂之力千变万化，如若失败，巨灵将魂飞魄散。问题出在哪儿？天道代码的本质不过是计算机底层协议，为何会被巨灵灵魂拒绝？这么无止境消耗，灵魂补给都要用完了。唉，有了！灵魂计算机只需为我所用，不必受底层协议约束，再加上我的功德之力。难道成了？竟是神奇之力，是智脑最终想要的进化结果。巨灵神，参见无主。巨灵神，若是有足够的灵魂之力补充，是能一步登神阶。不过作为灵魂计算机，智慧足以和智脑媲美。智脑的特性可以演化一切，你的特性呢？智脑掌控1000亿灵魂算力，小神难以与他相提并论，但小神可助无主天道筑基。你知道自己在说什么吗？区灵魂计算机，妄谈天道筑基。无主早已练起巅峰，急需筑基。小神却是对筑基不了解，但小神知道天道。何为天道？天道
乃是世界秩序万物规则的集合。若生灵强大到可以干涉规则，便能以己身取代天道。你的观点与天道论相似，但更大胆。我不曾拜读天道论，但知晓智脑最终演化的目的：灵魂飞升，取代赛博天道。那如何以天道筑基？天道筑基无非2个方向：顺应天时，违逆大势。以仙魔为例，天道要助魔修大事，筑基者投身魔道，功绩得到天道认可，便能天道筑基。现有的天道筑基者大多是顺天而行，违逆大势却没有记载。那是因为还没有人逆天筑基成功过。天道助魔修，我斩除妖魔，便是逆天，能否以此筑基？不够，逆天筑基应当以身斩天道，定制新的世界规则，创造新的天道。可天道不会坐以待毙。无主，恐惧了吗？万物生灵会本能地惧怕这个世界的天道，可我却不怕。我将经历过的世界信息传输于你，巨灵神，为我推演在此世筑基的法则。都市天道大势在于和平发展科技，顺天而行，只需推动科技发展，但受都市凡人的速度限制。无主刚从赛博世界归来，只需扔一块灵能电池出去，挑起世界大战，便能更快地逆天而行，在都市世界创造赛博天道。你是智脑派来的间谍吧？让赛博智脑在都市世界绘图转生？在都市挑起世界大战容易，可版本更新后，我会在其他超凡世界被高阶大佬追杀。看来巨灵神并没有透析版本更新的本质。我的唯一准则是忠诚于无主。无主心怀天下，不愿让都市生灵涂炭。好了，别说了，天道筑基我自有思量，有其他任务交给你。以我一人之力改造大量怨魂要耗费大量时间，可有简便之法？启禀无主，此事好办。魂幡中现有3种魂魄：普通怨魂、天道代码改造后的阴兵元魂，和如我一般的主魂。无主可将主魂改造成与我一样的灵魂计算机，再让主魂将普通怨魂改造成阴兵，供他们驱使。灵魂计算机改造复杂，我目前只能再改造1位。依你所见，谁更合适？血虚曾在灵魂大陆上率领元魂们行，他更合适。好，你来助我。无主，直接用天道代码做茧，包裹血虚，虽痛苦翻倍，却更快捷。你不怕血虚承受不住，当场魂飞魄散？破茧重生本就是痛苦的。血神参见主人。血神？为何你的外表变化如此之大？启禀无主，我所追求的乃是灵魂法术，与巨灵神选择的推演特性不同。我不愿屈居巨灵神之下，我想成为主人的左膀右臂，甚至比巨灵神更强。看来血神知道是巨灵神的提议让他蜕变得如此痛苦。我能为无主窥探天道，制定魂幡改造计划，你能做什么？我能。合着是技能点全点灵魂法术，一点没点脑子算力。给你个任务，这是可以把怨魂改造成阴兵的代码，接下来由你主导改造怨魂。主人，这个工作枯燥冗长，让我去做，未免有些大材小用。这也是你的计划，专门坑我的吧？无主将你改造成灵魂计算机，就是为了让你改造大量怨魂。这个任务关系未来我的实力，靠你一尊主魂确实进展缓慢。巨灵神接下来由你调遣辅助。多谢主人。谨遵无主之命。走吧，打下手的。你是我的第1尊主魂，是最忠诚，却也是最弱小的。若不甘屈居其他主魂之下，可随我来。是福是祸，犹未可知。主人带着力士做什么去了？力士灵智未开，出苦力罢了。
主人，再布一场你我都是棋子的局。北邙山有帝王大墓，更有上古战场遗迹。若在仙侠世界，此处乃是上佳灵脉地势。去！此条灵脉规模将远远超过制药工厂中灵脉的规模。在此地灵脉形成前，严加看管，不许凡人进入。大家再加把劲，快到山顶了。雪崩！北邙山这个季节连积雪都没有，哪来的？不是雪，是雾气。重地，生人勿近。北邙山里真的有亡魂？这里就是传闻中出现亡魂的北邙山。据说从云雾之中走出来的人都变成了这副模样，如同丢了三魂七魄一般。怎么忽然没信号了？仙侠世界中不入品的灵果，在都市中能让凡人踏上仙路。揠苗术，助长。待时机成熟，这片灵地将开启都市的灵气复苏时代。看看凡人对北邙山变化的反应。咦，没信号？难道是东方联邦下场封锁了此处？不对劲，东西方不可能达成联手封锁的协议。这种级别的屏蔽，只会是天道。仙侠版本的天道干预是直接抹除了照片的存在，季星瑶和其他人也失去了关于照片的记忆。为何都市版本的天道只是屏蔽掉了信号和关键词？难道天道同样受世界版本的限制？只是仙侠世界仙法多样，能抽魂夺魄，而都市世界只有科技能用。如此甚好，都市天道不过如此。没人能正常的从这些云雾中走出，机器同样只拍到云雾画面，所以各方决定彻底封锁北邙山。不行，北邙山是我们的地盘，凭什么要各方势力一起做决定？各方势力不会再进入北邙山，必要时我们会投放氢弹摧毁那里。北邙山中到底有什么？这是1年多前枫兰大酒店的案发现场，死亡原因到现在还是一个谜。而最近从北邙山出来的游客状况，与这些保镖死法高度相似。1年前枫兰大酒店的凶案，或许就是如今北邙山出事的征兆。这种力量不是我们能抵抗的。不让人靠近北邙山，我准备好的大戏，没人看可不行。看来要入室走一遭了。靠陆岩给的策划案倒是翻红了一波，可还是被苏烟压一头。他到底抱到了什么大人物的大腿？陆岩啊陆岩，你去哪儿了？什么情况？快躲躲！这是从北邙山方向来的亡魂夜行。战！那些是古战场亡魂。上次是青武集团和东方各势力决定联手封锁消息，这次封不住了。奉地府之令，拘捕擅自离开北邙战场的亡魂，违抗者魂飞魄散，违抗者斩。地府众将鸣金收兵，
那就是传说中的阴曹地府。要变天了。谷主，凡人已接受亡魂现世，灵气复苏，大事在即。时机还未到。您命改造后的怨魂伪装成阴兵亡魂，在凡人面前演了一场戏，不就是让他们接受灵气存在吗？他们如今是接受，还是恐惧？变成过去亲人的模样，去和凡人相见吧。谷主，您要的是他们接纳。血神的怨魂改造怎么样了？已经过半。改造后的怨魂有炼气中期境界，会轨道法术，在都市世界中已经够用了。准备一下，是时候让他们见识一下什么是真正的灵气时代。查出来什么有用的东西没有？经检查，这确实只是一把普通的古董剑，甚至是醋酸做旧过的。你的意思是，北邙山和亡魂夜行只是一场特效秀？哼，鱼儿上钩了。当然不是，网上流传了那么多视频，已经不能当做特效事件处理。说点有用的。有发现的，还是重大发现。一个被吃剩的桃核，这是在夜行现场捡到的，从北邙山中带出来的桃核。桃核中有促使植物3天成熟、打破基因的物质。没错。实验室将这种物质称之为灵气。上古时期充满灵气，人类可以修仙逍遥长生。灵气消散后，我们将那些过往视作神话传说。如今灵气回归，将重启修仙时代。立刻封锁消息，转移桃核，我亲自去主持北邙山探索。李议长，你要去哪儿？徐议员带这么多人来，想做什么？今天没有会要开吧？你要封锁什么？李浩，真把这里当成你的一言堂了？少耍小手段！灵气复苏，你想独占先机？北邙山云雾进去后，如丢了魂一般，谁敢进去？人不能进而已。徐家新产的机器人借你用，世家之间要同心协力才对。李议长，还封锁消息吗？封锁个屁！全部公开，今晚就开始探索北邙山。出发，探索北邙山。在其他家族赶到前，务必找到灵气源头。什么情况？信号被断开了？不，是机器人直接损毁了。这雾里的存在只允许1台机器进去。快看，有东西了！灵果，绝对是灵果。科技发展到这个程度了吗？换张脸去会会他，就用血神的模样吧。天亮之前修不好，我就把你们扔进雾里。何人敢擅闯北邙禁地？是仙人，我等斗胆冒犯，还请大人恕罪。知道活人勿近，就用这些小玩意儿探索。现在的人比1000年前胆子大了不少。外界1000年不曾有仙人现世，我等因一时贪念犯下过错，在下愿向大人赔礼道歉。大人有任何需求尽管提。李议长，您没必要这样。在下愿赴汤蹈火，在所不辞。区区凡人，大言不惭，带着你的拉九魂，不能放过能攀上仙人的大好机会。在下联邦议会长李浩，愿鞍前马后，为大人分忧。仙侠版本中，建立巫山坊市的修仙世家李家，有个筑基巅峰的家主，不就叫李浩吗？分忧，灵气复苏，
吴主掌诸界大事，欲争无上道路，你能替我分忧？西方大患，一方世界强者欲带亿万灵魂登临至高，你能替我分忧？我实力弱小，难以触及仙人之事，但凡间之事，我必当竭尽全力，誓死为大人效劳。1000年前我曾养过一条狗，1000年过去，那狗早已死。我愿做大人门下走狗。你确实像一条狗。多谢大人夸奖。又有人来，正好试试李浩的忠诚。我这里却有一件无主交代的小事，若你能办成，又有凡人来，你先解决他们。李浩，你这么急着进北邙山，是把我们当不存在吗？世家议会、青武集团、考古协会，联邦的豪门大牌都派人来了啊！你们想要的是不是这个？交出灵果，北邙山的资源分配应该由各家共同商议。给你们，做梦！这是大人的赏赐。我做狗的要看好主人的东西。你到底在北邙山挖到什么？想知道？李浩无能，求大人出手相助。装模作样，你废物！就是你们犯我北邙禁地，竟让李浩占了先机，攀上此等人物。凡人中也有奇人之辈。罢了，你们来到此处，归根结底是无师之人，让北邙禁地脱离地府，坠入人间。北邙禁地之乱并非尊上导致，何必自责？但祸事已出，我等人间势力愿为尊上解决北邙之祸。是个有慧根的，赏。多谢尊上。我已切断北邙山与外界的联系，可北邙山灵脉已成，北邙凶神以古墓为据点，阻止我收回禁地。主人的意思是，灵气复苏大势已成，如今我只想将那凶神捉回地府，半个月后进攻北邙大墓。